在当今的时代面前，环保这个词似乎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生活理念和社会责任。从减少塑料的使用、推广低碳出行，再到支持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每个举措都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呼吁着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更加理性和可持续性的选择。但是在互联网上有不少企业和组织，只是在打着环保的旗号，却在实际行动上敷衍塞责。他们的环保主义往往只是华丽的营销噱头。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期主人公的故事，他不是用几个口号或虚假的承诺来博取关注，而是亲自攀登上了一棵1500年历史的加州红杉树，用738天的数据行动来抗击伐木者，捍卫大自然的原始纯粹性。他的故事不仅震撼人心，更为我们揭开了假环保主义的虚伪面纱，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是环保真正的力量。1972年2月18日，茱莉亚·希尔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芒特福农。他的父亲是一名巡回传教士，母亲也有虔诚的信仰。在一个简陋的露营车中，他与父母和2个兄弟共同生活。在茱莉亚小的时候，居无定所的日子使他有机会接触大自然，观察四季变化以及体验各种野外的生活。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也培养了他对于自然界的敬畏。在露营过程中，茱莉亚经常流连于河流、树林之间。一次偶然的经历，一只蝴蝶悄然停在了她的手指上，并伴随着她走完了整个徒步旅程，这让她得到了 Butterfly 这一昵称。这个绰号不仅成为了她日后独特身份的象征，也隐含着她柔弱外表下蕴藏的坚强和生命力。随着岁月的增长，茱莉亚的家庭逐渐安定了下来，最终在阿肯色州的琼斯堡定居。她在这里完成了基础教育。1996年，22岁的茱莉亚在一次车祸当中遭受重创，这起事故让她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在车祸中，汽车的方向盘刺穿了她的头骨，她经过了近1年的强化治疗，才恢复了正常说话和行走的能力。只不过她得重新学习走路，如何说话。痛苦的康复经历使她反而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反思，这促使她重新审视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从而为后来的环保行动埋下了种子。在康复后，茱莉亚带着对生命的全新理解，踏上了前往加州的旅途。在加州北部的红杉森林中，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雄伟和神圣。那里的古老红杉不仅高大挺拔，而且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地球的历史变迁。在这片被称为活化石的森林中，茱莉亚找到了内心久违的平静和归属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得知了当地一家名为太平洋牧业的公司企图对这片古老的森林进行大规模的砍伐。许多当地的居民都联合起来集体抗议，他们每隔几天就会轮流在红杉林当中守着这些树木，以阻止太平洋木材公司的人砍伐。那为什么居民们要极力的劝阻呢？因为早在1996年新年前夜，太平洋木材公司就已经在社区上方的陡坡上进行过一次砍伐了。在这之后没多久就引起了山体滑坡，社区大部分居民被埋在了土地和树木的碎片中，深度达到了5.2米，其中还有8所房屋被彻底摧毁。如果放任红杉树的砍伐，不仅意味着无数生物家园的毁灭，更可能会引发土地水土流失、生态失衡等严重环境问题。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茱莉亚毅然决然地以自己的方式阻止这场破坏行动。1997年12月10日，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他要爬上一棵约55米高、拥有近1000年历史的红杉树上。这棵树后来被环保人士称作为露娜，意思为月亮。为了防止太平洋牧业公司的伐木工人将这棵红杉砍倒，他在树上架设了2个仅有3.5平方米的小平台，从此开始了长达738天的树区生活。那么大家看到这里肯定要有疑问了，栖息的平台算是有了，那他日后的吃喝拉撒都是如何解决的呢？在这段艰难而孤独的日子里，茱莉亚几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树上的生活充满了种种挑战，像寒冷刺骨的冬季、狂风暴雨的侵袭，甚至还有来自公司安全人员的恐吓和阻拦。为了在极端条件下生存，她必须要学会如何利用极其有限的空间和资源进行生活。首先，为了防风雨，他用防水布在平台上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帐篷，上面覆盖的塑料布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功能，然后再用绳索和登山安全带确保自己不会在强风当中坠落。2个平台，一大一小，大的区域是他主要的居住空间，作为睡觉、吃饭和工作的地方，而小的区域用于存放物资和临时避险。对于茱莉亚发起的这项行动，他也拥有一部分支持者，所以他的食物都是由支持者给他送上来的。由于树上没有冰箱，长时间存放容易变质，所以他尽量少量多次的补给，并学会了如何合理的搭配食物，以确保营养均衡。像吃的方面，支持者会通过绳索系统送上水果、蔬菜、米饭、豆类、坚果、谷物等速食食物。他基本保持素食饮食，以减少环境负担。他还有一个小型的丙烷炉来烹饪食物，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也尽量的减少明火的使用。
在用水方面，除了依靠支持者提供的纯净水，他也会通过收集雨水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在树上，卫生问题也是极具挑战性的。支持者给他送上了一个桶作为临时厕所，里面铺上可生物降解的袋子，在用完后，他也会用绳索将装有排泄物的袋子放下，让支持者带走并妥善处理。关于日常清洁，在树上肯定是无法正常洗澡了，所以他只能依靠湿布来擦拭自己的身体，并利用雨水简单冲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还会使用湿巾进行日常清洁，并尽量节省水源。另外，为了减少污染，他只会使用天然可降解的肥皂。那么在荒郊野岭的树上长期生活，也得面对气候的变化。加州北部天气变化无常，尤其是冬季，雨雪风暴频繁，所以在冬天的时候，他会穿很多层衣服，并用睡袋保暖。但由于湿度高，保持干燥比防寒要来得更重要。当大风来袭时，他也必须要牢牢记住自己，以防止被吹落。在他居住的期间，曾经经历过高达160公里每小时的狂风，当时整棵树剧烈摇晃，甚至让他感到了眩晕。下雨时，他也会紧裹住塑料布，并躲在防水帐篷里面。万一打雷了，他也只能祈祷树木不会被雷击。在其余的时光，他会用冥想和深呼吸来保持冷静。尽管他有一只太阳能无线电与外界联络，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度过的。除了依靠树木、鸟类和昆虫的陪伴，他也会通过写日记和唱歌来缓解孤独感。尽管环境极其的恶劣，但他在树上生活期间也没有放弃任何与外界沟通的机会。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记录下他在树上生活的点点滴滴，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传递给全世界。但是太平洋牧业公司的人也没有闲下来。他们曾尝试用直升机盘旋来制造噪音，用探照灯照射它，甚至在他脚下砍伐周围的树木以施压。但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并通过媒体曝光这些行为，逐渐获得了公众的支持。面对茱莉亚长达2年的坚守，太平洋牧业公司最终不得不正视这一异乎寻常的抗争。经过长期的僵持和谈判，公司同意保护露娜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古老红杉，并形成了一条200英尺的保护缓冲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茱莉亚答应结束她的树上生活。之后，她和她的支持者募集了5万美元，并将这笔资金支付给了公司，同时要求公司将同等金额捐赠给当地的高校，用于可持续林业的研究。虽然这种妥协方式看似复杂，但它标志着一种全新环保模式的诞生。民众和企业之间是可以通过对话与谈判共同找到平衡点，又不至于让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这种通过非暴力的抗争争取社会公正的方式，为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树立了一个典范。在结束了长达738天的数据行动后，茱莉亚最终回到了地面，但她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归于平静。相反，她迅速投身于各种环保宣传和社会公益活动中，成为了各种讲座、访谈和新闻报道的常客。那段数据经历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同时也让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和身体的压力。长时间的孤独生活与恶劣自然条件的搏斗，使她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她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茱莉亚经常在公共场合提到，她从树上学到了很多生存的智慧和人生的真谛。她说道，在树上，我见证了生命的脆弱和坚韧，每一阵风，每一场暴雨，都教会了我如何在困境当中寻找希望。这种对于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使她在后续的讲座中能够更有感染力地传递出环保与人文关怀的理念。最终，茱莉亚的故事不仅震撼了美国，也引起了全球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她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为古老红杉的存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环保主义者心中的英雄和灵感源泉。从此，数据抗争这一行为艺术形式被广泛传播，并成为了反对环境破坏的一种象征性举动。各国的环保主义者和活动家纷纷效仿，希望通过类似的行动唤醒公众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视。在数据行动之后，茱莉亚成为了美国乃至全球最著名的环保活动家之一。随后，她成立了生命之环基金会，致力于推动环境教育、社区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的项目。她的经历和思想不仅在环保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激励了无数年轻人投身于环保事业。那么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各位对于茱莉亚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冉，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